清晨烟雨，黄昏尽是温柔。少年戎装驰骋，星辰如眸。眼神温暖坚定，满笑辐射。是一段风华，一直留下，蓦然回首。冬天，雪花飘落的季节，你怀中却似春天，花香布满了世界。良辰好景如夏天，树影遮住了眷恋，庆幸与你在秋天，情深绵绵洒落，也偏偏情渐渐。你能不能讲点道理？讲道理？我上海堂堂的司令，做不了你穆家的主吗？真当我吃软饭的了？雪莲，好，老子不求你，老子有别的办法。你干嘛呀？吃枪药了？双儿，你放心，你的芯片一定会准时上映。他穆家不帮你，有的是人愿意帮你。各位老板，我以司令部的名义担保，欠你们的钱如数奉还。各位请回吧。双儿，我们走。哎，婉清，谭司令怎么这么对你啊？我也不知道，他这几天变得好冷漠，今天更是变本加厉。为了顾月霜的电影，当着这么多人冲我拍桌子。你先去忙吧，我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好，我先去忙，你也别太难过。小叔叔，你刚那么对穆小姐太过分了吧？你就不怕她不理你啊？他最好别理我。立正，向后转，跳车。
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 Thanks all the same。下次见。恩赐，我让你帮双儿还大华公司欠的钱，你还了吗？司令，这事儿就不劳咱操心了，有人比咱积极。谁比咱积极啊？苏洪琛苏少帅啊，人早就把公司上的账面给清完了，而且还包场请人看了电影，为了捧双儿小姐，可是花了不少银子。 这个苏少帅对我们家双儿还挺上心的。谭玄林把民团从木家码头撤去了外滩码头，名义上是要和约瑟夫合伙做生意，实际上就是替革命党转移军火。好啊。 外滩码头是洋人的地盘，洋人是断然不会为他包庇的。只要军火上岸，他就跑不了了。没想到如胶似漆的两个人，竟然这么快的反目成仇。谭玄林和顾月霜本来就是不清不楚的。 有权有势的男人嘛，脚踏两只船也是常事。但是那个穆婉清不能让他置身事外，想办法要把他拉下水。我会让穆婉婷去办。好，我现在真是想看到抓到革命党之后，谭玄林的表情是什么？他自以为是。 他成想是请君入瓮。是，谭玄林怎么也不会想到，英国公司的货轮会在青岛补充燃料，而我们的人早已趁机上了船。这批军火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他们什么时候靠岸，我们比他们还要清楚。明天中午，只要革命党来码头接货。 那就是人赃俱获。马上给徐伯钧发电报，告诉他万事俱备，直迁北风了。哎，哼，为何是北风啊？孔明火烧赤壁借的是东风，而我们要借的是北风。按照当前的局势，只有让北京政府对谭玄林下手，才能让他一败涂地。 你把拟好举报谭玄林通敌的电报发给北京政府。是，正可谓一夜北风紧，不出意外，明天就是谭玄林的死期。督军，电报。少帅，怎么了？这是今天的报纸。收拾一下，跟我去趟上海。 还是督军料事如神啊！少帅看到穆婉清的消息，果然坐不住了。哎，我这个儿子，看上去沉稳，骨子里却是个情种啊！夫人走了这么多年，您不是也一直没有续弦？少帅这也是随您啊。是啊，一转眼，
他母亲已经走了10几年了。好在少帅现在能够独当一面，夫人的在天之灵知道了，也会感到欣慰的。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机关算尽大半辈子，我都是为了他呀。这次谭玄林必死无疑。光耀以他上海督办的身份，只要他人在上海，调查的时候裴勋就不可能绕过他。光耀只有参与调查，才能够顺理成章地去接任上海司令，拿回上海，我徐家才能够东山再起。司令，抓的那几个奸细嘴太严了，什么都问不出来。不过老夫早就盯着他们了，这是他们的行动轨迹。如果有窝点的话，就应该在这其中。他们去银行干什么？老夫派人查过了。他们在几天前都收到了一大笔钱，所以几乎同时，他们都去银行汇给了在日本的家人。停车！您不能进去。我来找你们司令。穆小姐，您真的不能进去。婉清小姐，怎么了？我来找你们司令。哦，我们司令不在，请回吧。今天你要么开枪打死我，要么就让我进去。哎，穆小姐，哎，穆小姐，哎，穆小姐，穆小姐，谭四，门口的卫兵都是摆设吗？懂不懂规矩啊？你不要怪他们，我自己进来的。我就想当面问问你，你为什么要撤掉民团？为什么连穆公馆的卫兵都要撤掉？滚出去！军务上的事，你无权过问。无权过问。穆公馆的卫兵你可以撤掉，但是民团是我华商总会的，保护码头天经地义。你敢不敢当面给我个理由？比起跟你们穆家，跟约瑟夫合作更划算。他把码头借给我运货，我让我的民团兄弟去保护外滩码头的安全，有错吗？我不信，你不是这种见利忘义的人。那是你不了解我。一个能在乱世混得如鱼得水的人，会是君子吗？如果我不这么见利忘义，早就被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了。玄莲，这里没有外人，你跟我不用演戏。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啊？你跟我说，我会保守秘密的。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我们两个之间发生的事情。但我真的想不明白，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好端端变成这样？你就当我
就当我是一个阴晴不定的混蛋吧。可你明明就不是啊！你告诉我一个理由好不好？我真的快受不了了。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连原因都不知道。只是你不知道。我真的好累，我觉得我快坚持不下去了。那就别坚持了。你休想让我这么不明不白的放弃。好，既然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你知道我爹怎么死的吗？10年前，我爹押送军火，途经江浦，被一伙人偷袭，全军覆没。他们用的是开花弹，杀伤力极强。这种子弹，各国的正规军都禁止使用。我爹在死的时候，胸口都被炸掉了大半。那伙人是谁？10年前，你爸爸替徐伯钧押送物资，也经过江浦。他雇佣了一队白俄的洋枪队，这帮人用的就是开花弹。雇佣的理由是战斗力高。我不信。你不信？不可能。不可能。你回家翻翻你家的相册，看看你爸和洋枪队的合影，而且我还找到了当年洋枪队的队员，就是他告诉我，是你爸杀了我爹。我最多做到不恨你。从今天起，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小姐，你这是干什么？这张照片是在江浦照的。没错呀，这是10年前老爷押货路过江浦的时候照的。怎么，您跟谭司令对这张照片都感兴趣啊？大小姐，婉婷小姐，大小姐今天不方便，商会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什么情况？这发生什么事了？下午从司令部回来，大小姐就急着看相册，可谁知看着看着就哭了起来，谁劝都没用。哎呀，大小姐，您倒是说句话呀！啊！副帅，没看见我们正在开会吗？出去。副帅，我没想打扰你们开会，但是关于谭玄龄通敌一事，我得到一些新的情报，想要给副帅做参考。这是我手抄的几份上海租界宪兵队的出勤记录表，里面有一次就接到举报，说谭玄龄私运违禁品，但最后的搜查结果却是正常的体育器材，可见这些举报并不见得是真的。徐伯钧下野后，上海由谭玄龄一个人控制，谭司令年纪轻轻就身居高职，难免会惹人眼红，举报和诬告也是常事。你的意思我明白，不过，佳佳，这份举报详细地列出了谭玄龄明天跟革命党接头的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还把运送军火的数量、型号标注得一清二楚。如果不查，万一属实，那就难以挽回喽。副帅打算如何去查呢？左参谋在，连夜启程去上海，并责成工部局董事费安顿一起协查此事，以示公允嘛。清者自清，如果谭玄龄确实没有通敌，就可以还他一个清白。是。你把出勤记录给裴督军看了吗？副帅看了。他怎么说？副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还准备派人去上海调查此事。不过他也答应了，如果真的是诬告，一定还谭司令清白。那就好。大帅有命，鉴于谭小姐与谭司令的关系，请谭小姐留在参谋部24小时，等调查结束后再离开。不必了吧？还请谭小姐配合。没事。少帅，你也请。我也要去吗？督军关心谭小姐，怕她无聊，特命令少帅陪伴。徐少帅，您找小姐啊？小姐呢？哎呀，小姐下午从谭司令那里回来以后，大哭了一场，然后就自己开车出去了。她也不让我们跟着呀。什么？谭玄龄真的把穆婉清当成仇人的女儿，穆婉清也当真了。
下午看着照片，哭了好半天。只要他们各自为战，我们也有利于各个击破了。等明天中午，外滩码头的军火一到，谭玄林的死期就难免了。约瑟夫这个洋人是不可能包庇他的。原来你让我挑拨他们的关系，是为了让谭玄林去外滩码头交易军火，免得穆家码头为他遮掩。不过，穆家也休想逃离于世外。明天，我还会找一批违禁品，放到你们穆家码头的仓库。你要想办法找到仓库的钥匙。藏匿伪军的药品，也够他们有大罪受的。违禁品，那不会连累到我吧？放心，我们会做得天衣无缝。等扳倒了穆婉清，穆家的一切都是你的。好，包在我身上。另外，明天我会找人盯紧穆婉清，以免他失诈。在商会，你也要帮我盯紧他的一举一动。如果他要离开商会，要立刻向我报告。明白。你看啊，这上海都是我的地盘。现在，我向你保证，只要有我在，你一定会平平安安的。你那日说的话都不算数了吗？各位，从今天开始，穆小姐就是我谭玄林的人了。哎，许督办，你不能进去。许督办，许督办，许督办，你不能进去。许督办，司令，许督办说要回自己的办公室拿东西，我也不好拦着。拦我做什么？做了亏心事，不敢见人吗？你先回去吧，我跟他单独聊聊。是。你和婉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没想到，徐督办也会看这种八卦小报啊！我刚从穆家过来，从穆家得知，这些天你对婉清很是冷淡。婚礼的事，你都让她一个人操办，连礼服都不是。现在为了一个顾月霜，却闹出这么难看的丑闻，你对得起婉清？对得起穆家世伯在天之灵吗？徐光耀，我跟穆婉清的事，轮得着你插嘴吗？我是他哥哥，我不准有人欺负他。所以呢？啊，这么说，
我得管你徐督办叫一声大舅哥了。你叫我什么不重要，我只是希望你能记得你曾经说过的话。你说要为婉清挡住所有的黑暗，为她争取一丝光明，不敢死，不敢输，怕她难过。你说过你要给她幸福，你做到了吗？你言而无信。徐光耀，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啊？穆婉清这辈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跟你们徐家沾上关系，你自己不知道吗？我们徐家之前确实对不起婉清，只是以前吗？穆志远在火车站遇刺，谁干的？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没有怀疑过吗？徐远在吗？好几天没见着了。我说过要守护他一辈子，我说到做到。守护一辈子，当他哥哥对吗？你自己心里没有想过他吗？你现在不想他吗？我退出，不是因为我不爱他，而是我尊重他的选择。但如果他看错了人，选择了一个混蛋，我也绝不会就此罢休。管得着吗？就算我是个混蛋，我不要他，他也会死皮赖脸的跟着我，他也不可能跟你走。还有，从今天开始，你别再烦我了，知道吗？你给我听着，你要真的是个混蛋，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少帅，你看，少帅，徐公子，左参谋。徐公子，战场上咱们各为其主，有得罪的地方，还望包涵。哪里的话，左参谋用兵如神，光要受教了。徐公子，左参谋连夜坐飞机赶来，他是受裴督军的委托，来调查上海防守司令谭宣林通敌一事。谭玄龄通敌，裴督军特别的叮嘱，这件事情关系到上海的局势。您二位，一个是工部局的董事，一个是司令部的督办，为了表示公允，请二位一起参与调查。证据可确凿？举报人提供的时间和地点都十分的详细啊！哈，明天若是能人赃俱获，这也就算结案了。司令，昨晚没休息好吧？都怪徐督办，没头没脑的就闯进来，招呼也不打一声。不怪他，他是替婉清出气。啊，对了，今天中午码头接应的人准备好了吗？让他们穿便装。放心吧，都是老傅挑的人，很可靠。司令，这怎么一大早来这么多兵啊？哎，你看，徐督办也来了，还有费安顿，还有左参谋，这……走，会会他们。徐督办，
看来你们上海司令部不怎么欢迎我呀。都是老朋友了。兄弟们，把枪都放下啊！都是老朋友了，别伤了和气。哎呀，这动刀动枪的就不太合适了吧？你说呢，关耀兄？前阵子家中事务繁多，一直未能履职，辛苦谭司令了。没事。费总统，咱们也是老朋友了。可不是嘛。左参谋，这次来上海，你们谁也不许走，留下来吃个便饭，让我尽尽地主之谊啊！没事，这次我主要是替裴督军办事的，有得罪的地方呢，还请谭司令配合。让我怎么配合呀？哎，把枪放下，枪放下。左参谋，这什么意思啊？谭司令，咱回办公室，慢慢谈。别动，都回去，上去，快点，都回去，快点，蹲下。左参谋，这个太夸张了吧？事出紧急，多有得罪了，谭司令，请吧。哎呀，我这屋里太乱了，我叫人收拾一下啊。左参谋，这什么意思啊？谭司令，有人举报你与革命党勾结，今天中午12点，要在你外滩的仓库里交易军火。我们作为调查组，就是来奉命调查这次举报是否属实的。左参谋，你怀疑我勾结革命党？在这份举报文件里有明确的时间和地点，没办法，职责所在，必须严查。有人举报你就信啊？证据呢？这前2天还有人举报，说我藏匿违禁物品，耍的英国的宪兵队团团转呢。费董，是有这件事吧？啊？这件事确实是宪兵队行事鲁莽啊！谭司令，这次北京派驻调查组就是对您认真负责。如果事实证明您没有通敌，您放心，一定会还您清白。怎么证明？如果有其他人在码头上走私军火，也算在我头上吗？这个您不用担心，谭司令。过了今天中午12点，只要接头的人出现，我们人赃并获。与您有没有关系，到时候我们一审便知。另外，这次行动是绝密，除了我带的人和办公室在座的几位，没有其他人知道，也不可能走漏风声。谭司令的清白，再等上几个小时，等我们抓到人之后，就一清二楚了。我算是听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接头人要是不来，就算是我走漏了风声，对吧？可以这样理解，所以请谭司令务必配合。那如果说革命党的计划有变，又或者是你们的消息不准确怎么办？难道也是我走漏了风声？谭司令的顾虑确实有理，不如这样，从现在开始，以北京调查组的名义，命令上海电话局关闭司令部所有总机与分机至下午1点，包括谭司令这部在内。与此同时，我们3位陪谭司令一起，谁都不准离开这办公室半步。这样，
各位意下如何呢？我觉得徐督办这个方法很好。谭司令，意下如何呀？怎么不愿意？怎么会呢？光耀兄这个提议啊，我觉得特别公平。我只是在想，你说我们这4个大老爷们儿在这待了半天，多无聊啊！不如一起去打个麻将。谭四，你去协助左参谋的人维持秩序。是。3位，请吧。泪化成雨满天，回到相遇的起点，一眼就见到你那张迷人侧脸，一望无际，天空海阔，我许下承诺，让红尘与我们一起陨落。若忘记你轮廓如何拼凑，让几个空将我俘获，拥抱着起落，余晖中扑火。这纷纷扰扰的人世间，竟然耗尽我一生落寞。就算模糊着视线看不清，策马与你高歌。成雨满天，回到相遇的起点，一眼就见到你那张迷人侧脸，一望无际，